Hello，大家好，我是大方，歡迎來到我頻道。最近，Cold Card 硬件冷錢包出現了非常嚴重的安全事故。那這個 Cold Card 是加拿大的一個廠商的冷錢包，我之前好像聽到過，但是我沒有在我的頻道當中分享過。後來了解，它一直被認為是非常硬核的，也非常專業的，受到比特幣玩家非常信任的一個產品。一個硬件冷錢包的產品，非常的硬核啊！它一度只能夠保存比特幣，它的代碼也是公開的。支持器械隔離，還有多重簽名，還可以用这個骰子的形式來創建你的助記詞，也有安全芯片，而且它還是開源。就是這樣一款冷錢包發生了非常嚴重的低級錯誤，很多這個用戶完全遵守這個冷錢包的使用規則，他創建的時候也是離線的，他也沒有將他的助記詞把它保存在 email 裡面，也没有拍照，分成不同的地方來做保管，但是他們的比特幣一樣被轉走。這個問題就發生在這個助記詞創建的這個1秒鐘，它使用了這個強度不足，可以被攻擊者縮小範圍的這樣一個隨機數。這件事情再一次印證了我之前說過的一個觀點，在我們購買冷錢包，在使用冷錢包的時候，其實你必須選擇信任廠家。很多錢包它聲稱是開源的，但是大部分像你我一樣的普通用戶是看不懂源代碼，就算這個代碼公開了，也很少真正有能力去檢查這幾萬行代碼。這次發生的問題偏偏就是錢包最基礎也是最不可能出錯的一步，生成助記詞的時候使用的原始商出現了問題。那什麼是原始商？原始商我們可以理解成錢包在生成助記詞之前，先是隨機抽出了一串數字，比如一个使用24個助記詞的錢包，通常會先生成256位二進制的數據，看起來就像是這樣。那我們剛才說的這個原始商，這個商這個詞原本是來自於物理學的，後來被信息論借來描述一件事情有多麼難預測。放在加密貨幣這個錢包裡面，那這個商我們就可以理解，這串數字有多麼的不確定性，多麼的隨機性。比如拋一枚硬幣，你拋出去的時候，你不知道它落下的時候到底是正面向上還是反面向上。我們暫且可以規定正面是1，反面是0。一次拋硬幣的動作就可以提供1比特的商，那麼連續拋256位就可以獲得256個無法提前預測的0或者1，這就是一份256位原始商。那助記詞呢？顧名思義就是幫助記憶的詞嘛。那幫助我們到底記住什麼東西呢？其實就是記住這一串256位的原始商。其實讓普通人來抄這個256位01這個是不公平的，因為01是寫給電腦去讀取的，完全不是給人類來看。我們知道以前比特幣剛剛出來的時候是沒有這個 BIP39 這個協議，也沒有助記詞，純靠寫這一串256位的0和1，或者是64位的這個16進制的這樣一串原始商。那後來也是有人提議，所以就提議總結了一個第39號這樣一個共識，叫 BIP39， 把這一串數字換成一組大家常見的英文單詞來輔助記憶，主要是讓人類能夠非常方便的來抄寫和備份。那它整個關係大致是這樣子，所以我們知道原始商確實是整套錢包的一個最根本的起點。一旦這個攻擊者能夠找到這份原始商，他就可以重新生成相同的助記詞，還有這個 C 私鑰和地址。那為什麼說256位產生了這樣一個隨機數，你想猜到是幾乎不可能的？因為你別看是2的256位看上去好像也是很簡單一個數字，對不對？但其實它是一個天文級別，我們人類來說是一個趨近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數字。那256位隨機數呢，它代表256個只能夠填0和1的位置，每增加一個位置，它的可能性就翻1倍。一位就是2種可能，对不對？2位就是4種可能，00、01、10、11。那3位就是8種可能，那256位就是2的256次方的可能性。那這大約是一個78位的一個數字，如果換成10進制的話那這個數字到底有多大？我們假設地球上的每一粒沙子代表一種不同的原始商，它就可以把地球上所有的沙子全部用完，而且仍然是遠遠不夠的，大概需要10的58次方的這樣一個地球的數量。這麼多地球上的這些沙子才能夠有機會把所有的這個256位的組合排列出來。那目前可觀測的宇宙中原子的數量大約是10的80次方。
那我們剛才列出來的2的256次方就相當於10的77次方，那這個可能性已經接近我們宇宙中人類可以觀測到的原子的數量。所以說啊，只要這個256位真的是來自於不可預測的隨機源，並且是沒有洩露，攻擊者呢依靠窮舉法想要找到同一個錢包幾乎是不可能。我經常會問一些圈內人說，你為什麼敢將比特幣呢存到一个你完全離線生成的這樣一個地址當中？你就不怕你離線生成的這個錢包地址和別人重複嗎？通常你到銀行裡面去開個戶，那銀行就會在它系統裡面分配一個新的賬號給你，按序列排序也好，或者按照一種規則也好，肯定是之前沒有被別人用過，而且是唯一的。可是比特幣沒有一個中間機構來給你分配賬號。你的錢包地址完全是在一個離線的狀態下產生出來，那你怎麼敢往裡面去存比特幣？那就會引發剛才那個問題。那既然是離線的，我會不會被別人撞到一樣了？這個可能性的確在理論上是存在的，但這個概率是在現實當中可以忽略。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個大到接近宇宙原子數量的號碼池裡面去隨機抽取一個號碼，那別人剛好抽到同一個號碼的概率幾乎是沒有可能的。所以比特幣並不需要一家公司來給每一個人分配不同的賬號，它是依靠巨大的數學空間，讓所有的人都可以獨立生成自己的密鑰。這也是為什麼比特幣的所有權是能夠脫離中心化機構運行的重要的基礎。那麼這次 Coldcard 的冷錢包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那正常情況下，這個冷錢包應該從這個設備中的硬件隨機數發生器，還有安全芯片，或者是其他這些更高質量的隨機源當中去取得足夠隨機的數據。當然，理想情況下這樣的是硬件的 TRNG 就是真隨機數的一個發生器，再加上安全芯片的隨機源，加上一些硬件的物理的一些噪聲、脈衝信號充分混合之後，生成一個256位的原始商。當然，如果你不是256位，是128位的話，那最終可能產生12位的助記詞。但根據目前大家公開的資料來復盤 ，Coldcard 的部分的舊的固件生成錢包的時候，走入了另外一條分支。它是一個錯誤的，是啟用了一個叫軟件備份隨機數發生器啊。程序員這樣寫了：如果硬件發生器沒有初始化、沒有啟動、沒有真實的生效，它就走入一個備份的。這個備份不是真的隨機數了，是一個相對簡單一點的隨機數，可能只有32位或者更短。那這樣寫的目的可能是說，我為了測試的時候讓這個程序能夠走完，不至於由於這個硬件隨機數的發生器沒有起效，導致這個程序就走不下去了，就出錯了。當然，他們現在更新的時候已經去掉這步了。我至於他為什麼要寫這樣一個程序，我也搞不懂。總而言之呢，就是這個硬件設備當中雖然有它的硬件隨機數的發生器，相關的代碼也存在。但是生成錢包調用這個函數的時候，並沒有按照這個原本預期使用的完整的硬件的這個隨機數來生成助記詞，就是這麼一簡單的一個錯誤也好，或者你可能理解它是個人為因素也好，就造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丟失了1點多個億美金的比特幣的結果，損失還在擴大，因為不斷的有新的案件爆發出來。那我們就趁這樣一個機會，也跟大家重溫一下這個助記詞和原始商的關係，以及原始商怎麼樣變成助記詞的，助記詞是怎麼樣和原始商1對1的這樣一個關係。其實我之前有影片分享過，在這邊重新講一遍。BIP39 這個英文的助記詞文庫是一共有2048個單詞。這個插句題外話，除了英文之後，它是有中文助記詞的，也有日文，還有其他的語言。它其實每一個單詞都會有一個固定的編號，就是0到2047，從0開始，計算機當中都是從0開始的。第一個單詞 abandon 它就從 A 開始了，它的編號就是0，第0位，寫成11位的二進制就是11個0。那為什麼是11位呢？是因為2的11次方正好是2048個，大家約定俗成好啊，我們選2048個單詞，按照一定的順序來把它排出來。這個序號就用這個單詞來代表。至於這個單詞是 work 還是 year 沒有意義，只是為了好記。那舉個例子，這個1011011001這個二進制呢，換算成10進制就是1445。那我們從 BIP39 的這個詞庫表裡面去找到1445的對應的單詞，打開這個 GitHub 的這個網址就可以看到了。那這個11位是怎麼來的？256位從第一個數字開始，每11位一分割，11位一分割，總共分成24個11位。那每一個11位
二進制就可以從這個表裡面找到對應的這個單詞來幫助我們記憶了。抄這個11位還容易錯，對不對？但是你想去根據這個11位去找到這個英文單詞，這個是給人類讀的，還非常的聰明，对不對？但謝謝你啊，你可能發現這個256除以11不是24啊，对的，它還缺了幾位，對不对？缺了多少？缺了8位，那還需要另外的8位來湊最後的這個11位的二進制來轉換最後一個單詞。這個單詞我們並不是隨便把它找出來的，而是它是有一定作用的。在計算機概念當中有一個叫校驗位或者說校驗和這樣的概念，它其實是通過某一個方式把前面幾位把它經過一個計算得出一串新的這個數字，就知道你有沒有寫錯。在這裡就非常方便，它就把前面的256位做一次加256，加256的概念，把这個256位二进制数字呢，把它重新排列組合一下，換成了一串新的64位的16進制。但是16進制我们知道取前面這2位就可以組合成一個8位的二進制數字。你沒聽懂也沒關係，反正就是用這個校驗和的方式，可以避免你抄錯單詞。如果你在助記詞表裡面抄錯一個單詞，你再輸入到這個冷錢包裡面，它就提醒你，你這個助記詞不對。他怎麼知道你不對，對不對？助記詞又不是他給你，他怎麼知道不對？因為他的單詞最後一位當中任何有出錯了，那這個加256組合出來的最後8位的二進制拼出來最後一個單詞是不會一致的。所以你任何一個單詞出錯，系統第一時間就知道，你沒有按照我們這個校驗和，不符合我們這個校驗和的規則，你可能抄錯了。這樣既完成了最後一位24位的一個拼接的工作，又能夠幫助我們檢驗我們是否抄錯了助記詞的這樣一個功能。所以這也非常完美的解釋了之前有人說，大放，你說這個助記詞我能不能自己選了？其實嚴格來說，前面的這23位是可以自己選的，但是最後的一位就是要通過這個校驗和哈希得出來的，所以自己選有點麻煩，而且也不符合完全的隨機性的原則，所以我不建議大家自己選來拼湊最後一個單詞。那至於說韓國一些 Coldcard 的使用戶的社群當中，他們是沒有受到這次事件的影響，那是因為他們有一個習慣，做任何冷錢包的時候，他不會去使用冷錢包來給你匹配的助記詞，而是通過他提供骰子的形式或者拋硬幣的形式來創建冷錢包。所以你如果是通過這樣的方式，即使你用了代碼有問題的 Coldcard，目前來看它的助記詞比特幣資產還是安全的，因為出問題的只是在第一步創建助記詞的過程當中出現問題。那如果你這個助記詞並不是由這個問題代碼來產生的，那至少還好。那另外一個就是，如果你使用了我們之前講過第25位 Passphrase 助記詞的話，也至少多了一道防線。但這個第25位也要足夠的安全，因為第25位它是由你自己記在腦子裡面，並不是由這個助記詞表來產生的。所以我覺得第25位助記詞，如果你使用單簽25位助記詞，的確是一個非常好的最後一道防線。Coldcard 的這些出問題的錢包，如果你發現裡面的你的比特幣還沒有被第一時間轉走的用戶，我建議一定要第一時間更新這個 Coldcard 錢包的固件。但更新固件之後生成代碼至少是安全的，一定要更新好固件之後重新生成一個新的助記詞，或者是用拋硬幣或者用其他的方式來產生一組新的助記詞，然後再生成出新的比特幣地址，然後第一時間將原本的這個比特幣轉移到新生成出來的地址裡面。所以說你只是做了這個官方固件的升級沒有用，因為你原本的助記詞就不安全了，或者說你把原本的這個助記詞導到一台 Ledger 或者 OneKey 其他的冷錢包廠商裡面，同樣也是不安全的，因為你已經生成了一個不安全的錢包地址了，別人都已經知道你的助記詞了，你再將它轉到一個其他冷錢包裡面，即使對方這個冷錢包再強大，它的安全級別再高，也沒有絲毫的意義。所以就像我開篇說的一樣，錢包的開源在我看來不是那麼非常的重要，這是我自己個人的觀點，因為我本身我不會去檢查，我也沒有這個能力去檢查，所以我就選擇一個團隊比較大的、歷史比較悠久的這個錢包廠商。就像 Ledger、OneKey 這種，有小夥伴留言說，那 Ledger、OneKey 會不會有犯這種低級錯誤呢？我覺得絕對有可能，只是我們在怎麼規避這種風險。我不敢說其他廠商不會發生同樣的這個錯誤，
那我們只能用這個分攤風險的方式，各家廠商我都存一些。有其他博主也反映說 Ledger 不開源，Ledger 把客戶資料泄露過了，所以它是不安全的。那這一點我還是保持我之前的觀點，像這次出問題的就是一個非常硬核的比特幣錢包，而且是完全開源，但是它這個問題代碼已經存在了好幾年了，沒有人發現，直到這次爆發。所以說開源不代表就是絕对的安全，像 Ledger 的確發生過你的客戶資料被泄露，然後用社會工程學的方式給你發一封假冒的書面的郵件，說出現什麼問題，需要你重新填上你的助記詞。那這個我覺得，而且的確是有問題，但是從側面也印證了，它的助記詞是安全的，只是通過其他的方式，通過社会工程學的方式跟你取得聯繫，來騙取你的助記詞。這個不光是 Ledger， 其他的廠商只要使用冷錢包，我們都應該知道，不要將你的助記詞告訴任何人，即使是這個廠商官方客服人員問你要，也不能夠給。如果你遵循了這套原則的話，那即使你的客戶資料被別人知道了，別人給你寫郵件，你也不會因為這個而丟失你的加密貨幣。那 Ledger 還有一個叫 Recovery 功能。我還是保有之前這個觀點，冷錢包是一個新的事物，它有不同的使用的方法，它也在發展的過程當中。現在越來越多的人使用冷錢包來保管他們加密貨幣，但我們用傳統的方式來看，我們是需要完整的持有我們的助記詞，不能讓第三方知道。但是你要知道，由於你忘了助記詞而丟失加密貨幣，站在這些絕望的人的面前，如果這個廠商能夠通過誠信的方式幫你找回你的加密貨幣，你是不是要跪着感謝他？所以我們看待一個問題，我覺得不能用一個標準、一個角度來看，我覺得我們可以用發展的角度來看待冷錢包的發展。那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廠商敢邁出這一步，我覺得 Ledger 做到了，難道不應該點讚嗎？而且 Ledger 也是第一個提供這種服務，勇敢的承認我有這個能力拿到你的助記詞。我之前也說過，任何一個廠商只要他願意，他都可以拿到你的加密貨幣。只不過 Ledger 他捅破了這個窗戶紙，他告訴大家我有這個能力拿到你的助記詞，並且為你服務，當然是在誠信的基礎上。那 Ledger 官方也說，如果你沒有開通 Recovery 這個服務，而這個 Recovery 助記詞恢復的這個功能是要額外收錢的，每個月你要付訂閱費的。如果你沒有支付這個費用，你沒有點擊這個授權，他們是不會拿到你這個助記詞。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內容。我的影片僅僅是我在區塊鏈領域學習技術分享，不能作為你任何的投資建議。我是大方，我們下期再見，拜拜。